在午夜时分，哎，真的是非常的饿呀。我们准备不要大动干戈，直接吃一个方便米饭，这叫红烧风味的牛肉方便米饭。哦，不是做广告哦，只是真的要吃哦。首先要拆开包装，和单手开法拉利不同，单手开箱是很费劲的。作为一个拥有法拉利的人士，为什么要半夜吃方便米饭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们发明出方便米饭，就是为了能够单手开法拉利。这个答案满不满意？是不是很惊奇？这样听上去我像是海底捞的老板，但其实不是的。有点纪录片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要把手机支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是你的左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。要想把美食的衣服脱掉，还是要一层一层的，很有期待啊！里面是身材曼妙的美食呢，还是厌肥还瘦的？咦，居然是黑色的！嗨，黑色的嗨！哎呀，人类为什么不长3只手呢？这样我就可以2只手开箱，1只手拍视频了。靠我吃饭，什么东西？应该是个餐具。哇，居然有筷子，居然有组合筷子，还有勺子，很牛逼的样子。放一遍，我们先放一遍。这个是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复杂呀。这是什么？米饭包。和火锅不同，这里面是带米饭的。半夜起来吃东西，这有很冷的危险啊！菜肴，这个东西怎么运作的？那是菜托，这是个菜托。这是个米托。底下就是底了。这是个加热包，这个好像是不能吃的。我们小朋友不要模仿哦。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，很辛苦啊，把这个外包装拆掉了，粉状的，捏一捏 ，QQ 的，很有感觉啊。
把它塞在这个底下。米戳怎么弄？这个好像很高哎。这个托里要倒水吗？菜托，这个好像也很高哎。什么意思？怎么弄？这个应该在上面。我们来阅读一下说明书。当当当当，这就是说明书。看不清吧？看不清没关系，我看清就行了。好像是这个，这边应该看得清啊。这是操作步骤，刚才是配料表。当当当当，1、2、3、4、5，只要5步。总结了一下，好像是把米倒入米托。哇，好多米哎，好多米！米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啊，看上去非常的有光泽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是给米加入清水。哎呀，哎呀，操！这么干是不对的，比单手开法拉利困难多了。好像是这个样子。这上面这是水位线吧？这是水位线吧？检查一遍。看来我要买一个头戴式的拍摄装置。哎呀，错了，放进这里面，放进菜托。哎呀，哎呀，把大象放进冰箱有几个步骤？首先要撕开包装，才能把大象放进冰箱。啊，好有食欲啊！好有食欲，妥妥的，漂亮的红色哈，看着就想吃。麻辣牛肉，牛肉在哪儿？我没看到，应该在里面。但是我看到了土豆，好辛苦啊！这土豆坐了几千公里的火车、飞机、轮船，过来和我相会。当当当当，考验大家的时间到了，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准备操作。这是最危险的时刻，小朋友们不要模仿哦。当当当当，加水到水位线。加水到水位线，然后飞快的把米托放进去，然后把菜托放进去，然后盖紧盖子，然后等15分钟。听得到声音吗？听得到声音吗？哇！奇迹出现了，和魔法一样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开心呐！每当的这种时刻，高光时刻，哇！看这蒸汽，
哇，看这蒸汽！啊，看这蒸汽！看得到蒸汽吗？看得到吗？啊！在这午夜的时刻，在这肚子饿的时刻，咦，我们要不要等15分钟呢？还是暂停一下吧？我们待会儿继续拍，免得我手机举得累。真是再想听一下这美妙的声音啊！还没有好，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，看，这是筷子，黑色的底座和红色的上部，这个结构过程是，注意，把这个红色的棍棍对准这个黑色的洞洞，然后插下去，用力插下去，插下去，哇，好爽啊！这样就变成了一根筷子。哇，敲一下，哇，好结实啊！再来一下，哇，终于插进去了，完美的契合在一起。啊，阴阳结合就是如此简单，就诞生了一根筷子。我们还有一根筷子，我们继续如法炮制一下。首先要对准，呀呀呀！看我单手插入的技术如何？好像很不错呀。然后用力敲下去，用力敲下去，用力插下去。好，结合在一起了，又一根完美的筷子。两个单身的人完美的聚集在一起，就是一对儿筷子。听上去像是筷子兄弟啊！啊，感觉大叔是不是涩涩的？不是哦，在这午夜的孤独的高光时刻，我们安静的把筷子组装好，静静的等待着这锅米饭。诶，发现个有趣的东西，勺子大家都见过是不是？那是勺子旁边有个小小的袋子，大家有没有猜到这是什么东西？看上去不像是食品哦，这是餐具哦。答案就是，这其实是一根牙签儿。为什么卖方便米饭、牛肉米饭的盒子里会装一根牙签呢？这是不是说明里面的牛肉非常的老啊？老的能够塞牙啊？是不是？土豆肯定不会塞牙，肯定是牛肉会塞牙哦。所以店家早有准备，为我们配备了不塞牙的牙签儿。啊，还有贴心的餐巾纸，哎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吃米饭的这盒子里都有，但是之前我吃的什么方便菜肴来着，我都忘了。那些里面啊，麻辣火锅，那里面好像没有餐巾纸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店家知道我现在要感冒了，提前给我准备了餐巾纸，让我打喷嚏。哎呀，再静静的等待一会儿吧。时间过得飞快，有没有时空穿梭的感觉？就这么短短的时间，已经过去了20分钟，盒子已经听不到。哇，漂亮的蒸汽呀！哇，好刺激呀！啊，好好看呀！哦。
啊，有胡萝卜，有土豆，好像还有真的有牛肉哎。热气腾腾的米饭在下面晾一晾，现在太烫了，太烫了，啊，好烫，真的好烫啊，这温度好高啊！还有我们漂亮的筷子兄弟，孤独的等待着他们的高光时刻。我决定这一节视频就叫做午夜时分，筷子兄弟寂寞难耐。独自享用美食。好吧，视频就到这里。不过我直接播放吃给你们看，那就太残忍了。要不要呢？当然要了。哈哈哈哈哈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开始吃吧。当当当当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哈哈，而且真的很香哦，有米饭的清香。看这米饭蒸的是真不错啊，比普通的电饭锅出来的还要好。相信这是很多的科学家专门研制的，怎么蒸米饭。科技让人充满了食欲呀！哇哇哇！我就是在午夜时分独自享用美食，却拍视频给你们看的时光兄啊！大家可以叫我时光啊，我就是孤独的美食家。午夜时分独自享用美食的时光，食物的食，光彩的光，意思是我在吃好东西的时候，脸都在发光。我中文水平不是很好啊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担待。我们先闻一下这个米香啊，闻一下这个米香。哎，好奇怪啊，这个味道啊，和普通不同，尝一尝。晶莹而有口感 ，QQ 的，这个米饭可以说品质非常好。比以前我吃的单独卖的米要好。啊，一定要多买几包。我们来看看牛肉和土豆。第一口当然要留给牛肉，看上去像是牛腩的部分。哦，我们尝尝看，把滴一点油在上面，哇，黄色的好漂亮啊！保持了牛肉弹性的同时，入口即烂，完全还原成了一根一根的肉丝。所以，他们准备的这个牙签儿，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哦，真的是有必要哦。幸好我的牙缝比较大，非常的大，所以没有塞入。我们来再吃一口米饭。哎呀，我觉着国宴也不过如此啊，这个米饭的口感。请个御厨的话，大概也就是这手艺了。我们再吃一口土豆跟胡萝卜，唯一的感觉就是量太少了，至少我要吃10锅才爽。啊，吃10锅那就不是美食了，那就是折磨了。哇，这还在沸腾啊！听听这声音，这是米饭和土豆的混合。
们吃下去。土豆也很美味呀，就是口感比最新鲜的要稍微差一些，因为它有一些回声，略略的硬，但是还是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的那种硬。胡萝卜很完美，胡萝卜就没有淀粉回升的问题。这浸润着肉汁的米饭是那么的好吃。以前我喜欢方便食品，喜欢吃一些面条，但是我发现这个米饭也非常好吃。大概10几20年前吧，应该是20年前，20多年前，25年前，至少26年前。当年我在一家公司，他们曾经开发过方便米饭，当时没注意，好后悔呀！为什么不多吃几包？如果多吃几包，我说不定就发明出了这种素热饭。呀，忘了拍照片了，算了，麻烦。咦，好奇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 QQ 的啊？好像是牛筋。这帮奸商添加了牛筋，口感真的是不错。估计是为了摊低成本，但是口感真的不错，很好吃哦。说不定错怪对方了啊！再尝一尝。做人要感恩啊！为发明米饭以及土豆烧牛肉的祖先们、人类的先辈们致敬。正是他们的努力，让我们在今日得享美味。大家也要加油哦，不断发明出新的美食来回馈大家。如果你也有自己发明的美食，欢迎大家留言在下面，然后我复刻给大家一起尽享。
如果大家看到这里的话呢，记得点点订阅，这样每次在你饥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无尽的美食滚滚而来，在各个时刻，早茶、中饭、午茶、下午茶、晚饭、夜宵，我们随时出现。点点小铃铛，打开小铃铛，点点订阅，就这样吧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